小米13 Pro、vivo X90 Pro Plus、小米12S Ultra， 这3台手机的主摄都是1英寸的底，而且它们主摄的像场也都能覆盖这1英寸的底。那么今天呢，就来看看它们3个的表现。上期年度颁奖节目那是非常的精彩啊，没看的朋友赶紧去看。只不过这期节目呢，稍微耽误了一下小米13 Pro 的进度。那么这期呢，就一下给它找来了2个对手，咱们稍微追进度啊。那么正式对比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不过您不用特别在意哪张照片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摄影环节的照片呢，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的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3台手机所拍的啊。还是那句话，不用特别在意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的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那么剩下的环节呢，就都是测试环节了。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下面呢，就来看看这3台手机它们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3台手机大致的后摄配置都列在这里了。那么 X90 Pro Plus 呢，比2台小米多了一个2倍的中焦，12S Ultra 的长焦是最长的，达到了5倍。拍摄界面，咱们先看 X90 Pro Plus， 它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最远的那个10倍，它是用 3.5 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拍摄的，这台手机没有10倍光学镜头。小米13 Pro 的拍摄界面呢，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2倍镜头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这台手机也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12S Ultra 的拍摄界面就是3个焦段切换按钮了，对应的就是它的3颗光学镜头。那下面咱们就正式开始对比这3台手机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这3台手机主摄从参数上看呢是十分相似的，但是镜组是不一样的。vivo 的光圈稍微大一点点。现在的样片对比是小米13 Pro 跟12S Ultra 在各种颜色模式下的样片对比，可以看到只要色彩模式一样啊，它们的成片色彩也是非常接近的。X90 Pro Plus 的主打颜色模式就2种，一种是默认，一种是蔡司自然色彩。我要是告诉你当时的天空就是左边这么蓝，你作何感想呢？逗你们玩的啊，我记不住当时的色彩。现在是3台手机放在一起对比了，图片有点小，好在我们的视频是有 4K 的。你们更喜欢哪张样片的色彩呢？小米那边我用的就是我喜欢的徕卡经典模式啊，我更喜欢小米的色彩。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3台手机的表现都不错啊，但是 vivo 的锐化稍微重一点点。镜组的光学素质，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2台小米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最好的是13 Pro， 最差的呢 X90 Pro Plus。再看一组对比，这组呢横竖的线条比较多啊，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 vivo 的细节呈现看起来稍微多一些啊，但还是它的锐化重一点。再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这回 vivo 的表现是比刚才强了，但是色彩呢还是它更重啊。2台小米表现的差不多。3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呢，还是 vivo 稍微强一点点啊。比如说匾额四周的花边 ，vivo 看着更清楚。再看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看呢，13 Pro 的像素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感光器尺寸是最小的。从实拍的色彩上看呢，我还是更喜欢2台小米的色彩啊。当然了，如果您要是喜欢 vivo 的，那肯定也是您对。视角差距也是有的啊，12S Ultra 的最广，13 Pro 的最窄。
中心解析力方面，3台超广角的表现都还不错啊，但是13 Pro 的亮部有些缺失。12S Ultra 虽然说它的物体拍摄的最小，因为它视角广嘛，但是解析力也不输另外2个。镜组的光学素质方面，视角最广的12S Ultra 的画质反而是最好的，这点很难得啊。再看一组对比，这回在中心解析力方面，3台超广角的表现可以说半斤八两了。镜组的光学素质方面，依旧是视角最广的12S Ultra 的画质反而最好。超广角视角越广，画质就越难把控。3台超广角也都是有高清模式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啊，一开始我比较担心13 Pro 高清模式的表现，这么看呢，还行啊，还行。微距拍摄这块 ，X90 Pro Plus 和12S Ultra 都是用超广角拍摄微距的，但是13 Pro 呢，用的是长焦镜头来拍摄。这颗长焦镜头拍摄微距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无论是最近对焦距离还是放大比，它的效果都很好。而且从照片的观感上看呢，无论是景深还是透视，都是13 Pro 的更好。咱们再看中长焦镜头啊，中焦这块呢 ，X90 Pro Plus 有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那剩下2台手机呢就没有中焦镜头了。长焦这块 ，X90 Pro Plus 3.5倍，13 Pro 3.2倍，12S Ultra 5倍。实拍样片，咱们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啊。从色彩上说呢 ，X90 Pro Plus 跟2台小米比起来呢，还是有区别的。解析力方面，3台手机的表现都不错，而且2台小米手机的2倍呢，都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摄的。那 X90 Pro Plus 怎么能服呢？我毕竟是2倍的光学镜头，还有高清模式。那我打开高清模式以后再看啊，这回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再看3倍端的表现 ，12S Ultra 还是只能靠数码变焦。那么在解析力方面 ，X90 Pro Plus 的是最好的啊，这点也在情理之中。那么3倍端呢 ，X90 Pro Plus 和13 Pro 都是有高清模式的。打开高清模式之后呢，解析力方面还是 X90 Pro Plus 的最好啊。然后其次是13 Pro， 那 12S Ultra 那边就没辙了。那到了5倍端，就只有 12S Ultra 有5倍的光学镜头了。X90 Pro Plus 和13 Pro 呢都只能数码变焦了。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还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一点。那 12S Ultra 又不服了，那我的5倍是有高清模式的呀，但是在高清模式下，它的解析力依然和 X90 Pro Plus 没有什么区别。最后再看一组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吧，3台手机都只能数码变焦了啊。那么在解析力方面 ，X90 Pro Plus 的最好。前摄的表现，3台手机都非常不错，我看着都挺开心的。但是从脸上的褶来说呢，我觉得是 X90 Pro Plus 的最好。肤色我也觉得是它的最好。前摄录像这块现在是手持走路的表现，3台手机做的都不错啊，有直播需求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自带的人像模式，在美颜方面13 Pro 力度不是很大啊，但是也有一点儿。我觉得 X90 Pro Plus 看着更好看一点，是吧？ 12S Ultra 那边人物的肤色有点白。直出宽容度的测试，小米那边徕卡生动、徕卡经典我都用了，哪个效果好我用哪个。从前2个测试场景看呢 ，vivo 的暗部细节呈现是最多的，但是它的照片呢有点过亮了。2台小米的表现就是暗部细节稍微欠一些。洞口场景主摄的表现，3台手机都不错，但是 vivo 的稍微有一些失误啊。超广角13 Pro 的暗部细节突然间多了起来。但是宽容度的测试呢，其实暗部细节是又暗又有细节才好，但是呢，有细节就比没有强。最后一个逆光场景，3台手机主摄的宽容度表现都是不错的，但是亮部细节展现呢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但是到了超广角呢，那亮部细节的差距就更大了。夜景拍摄，2台小米依然是徕卡生动、徕卡经典都用了，哪个好用哪个。还有继续批评 vivo 不能永久关闭自动夜景这一点，2台小米手机是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那接着看夜景照片，虽然说3台手机都用的是自动夜景，但是13 Pro 有的时候不触发这个功能，那么后面呢你们也会看到。那么这个场景下呀，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暗部细节都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但是亮部细节是 12S Ultra 的好。那么这个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暗部跟亮部细节的呈现都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了。像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亮部细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 X90 Pro Plus 的好。同样的，这个场景下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 X90 Pro Plus 的表现更好。这个场景13 Pro 的自动夜景就没有触发，亮部暗部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还是 X90 Pro Plus 的表现最好。再换一个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对比结果还是没有改变。那这个场景的亮度还是非常暗的，比前面几个都要暗了。那么对比结果呢，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没有变。夜晚城市的街道上，主摄的表现
X90 Pro Plus 的颜色虽然说好看，但是颜色有点假，但是细节呈现确实还是它更多啊。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 X90 Pro Plus 的最好，13 Pro 的最差。祖传神树场景就非常的暗了，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主摄的表现虽然说颜色略有区别，但是细节呈现3台手机做的都不错。超广角的表现，13 Pro 还是垫底的。减震器场所不放大看的话，3台手机的表现都不错，但是细节呈现已经出现了差距啊。放大看 X90 Pro Plus 的最好，13 Pro 的最差。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现在是没有开灯的女流氓小象，那是非常的暗啊，女流氓都不敢来了。那么在细节呈现上依然是 X90 Pro Plus 的最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好，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那么放大看细节啊，结果没有改变，还是 X90 Pro Plus 的最好。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没有改变。视频录制依旧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话，也是1080p 30帧。现在是主摄走路手持防抖的表现啊。可以看到主摄3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都很好。超广角的录像表现，13 Pro 的颜色跟另外2台手机差别是很大的，但是防抖跟清晰度3台手机都是不错的。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3台手机的效果也是很好的。现在是3倍录像的表现，可以看到 12S Ultra 由于是数码变焦，它的解析力已经没有 X90 Pro Plus 和13 Pro 的好了。5倍录像的表现，清晰度方面13 Pro 的稍微差一些，防抖方面 X90 Pro Plus 的稍微差一点。10倍录像的表现，防抖依旧是 12S Ultra 的更好，清晰度13 Pro 的最差。夜晚主摄走路防抖的表现，无论是鬼影、清晰度还是防抖，都是 X90 Pro Plus 做的最好。超广角的表现，防抖3台手机都差不多，但是细节呈现还是 X90 Pro Plus 最好。工业设计方面要说后摄造型啊，13 Pro 的稍微低调一些，那另外2台呢，那就是在高调的宣布我的影像能力非常的牛啊。屏幕方面3台手机的表现，我在户外使用都没问题啊，挺好的。机身厚度方面3台手机谁也别说谁，小米13 Pro 呢确实稍微薄一点，但是也没薄哪去。性能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直接总结这3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虽然3台手机一起对比啊，但这次的主角还是小米13 Pro。主摄的表现上，13 Pro 没有问题，不输大哥 12S Ultra。X90 Pro Plus 在横竖线条较多的场景中解析力是有优势的，但是锐化呢也比俩小米更重。超广角的表现13 Pro 就一般了，主要是视角不够广啊，其他的表现还行。它同时呢 12S Ultra 的视角是最广的，光学素质也是最优秀的。中长焦13 Pro 也凑合吧，2倍3倍的表现都不错啊，再远就不行了。那中长焦表现最好的是 X90 Pro Plus。微距小米13的表现很好啊，人像自拍是 X90 Pro Plus 的表现最好。扩容度3台手机的水平都很高，但高光部分还是 X90 Pro Plus 的好。夜景表现13 Pro 在我的预期之内啊，主摄不如 X90 Pro Plus， 超广呢也不如 12S Ultra， 虽然表现垫底，但依旧水平不低。那录像的表现呢，3台手机都不错，夜景录像还是 X90 Pro Plus 更强。OK， 到结尾了。那么上面内容呢，希望为您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